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本期介绍一部人类与有智商的丧尸战斗的超爽片《失控警戒》。话不多说，直奔主题吧。故事开始于一场伦敦的监狱暴动，两名高智商狱友罗文和詹姆是丧尸病毒的携带者，他们合作逃出了监狱。罗文是病毒原体携带者，虽然被军方击毙，但他同时也将病毒传播了出去。詹姆则因体内拥有某种抗体，他不但不会变成丧尸，还会因为病毒而增强体力和智力。而变成丧尸的人类会保有生前的记忆，视力和体力都会增强，除了试吃人肉之外，几乎和人类无异。这就意味着他们比传统的白痴丧尸更难对付。灭将大队的将军派出一支8人特种小队前往被丧尸占领的隔离区，目的是为了营救詹姆的主治医生瑞安博士，因为他们相信病毒的产生与他有关。根据情报，博士可能会在3个侦察点的其中一个。队长老黑带领队友赶到第一侦察点，发现这里简直是丧尸的乐园。丧尸们按照生前的生活方式生活着，运动的运动，工作的工作，送快递贴罚单一样也不耽误。不久后，灭将小队遭遇丧尸的围攻，经过一番战斗后，并没有发现博士的踪迹。接着他们找到几辆坦克，来到了第2侦察点，在博士工作过的实验楼内，与各种型号的丧尸进行战斗。一名光头队员被咬伤后英勇就义。与此同时，一对姐妹花正在隔离区到处逃窜，隔离区还有一伙统治者，他们的老大正是逃狱出来的詹姆。第2天，小队赶到第3侦察点，突然遭遇一伙丧尸部队，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能碾压他们。为了不暴露任务，他们假扮成尸体，但其中一个小鲜肉队员却被发现和其他的人类食物关在一起，关押的时候连装备都不拆，看来丧尸的脑子还是不够用啊。小鲜肉在这里遇到了同样被关押的瑞安博士，他用无线电偷偷通知了老黑，老黑带领其他队员假扮成丧尸，里应外合的营救瑞安博士。谁知博士似乎根本没有要逃跑的意思，而且还要求带上被关押的人类。由于目标太大，他们很快就被丧尸大军发现，双方展开一场激战。为了完成任务，一名忍者队员愿意牺牲自己，用双刀战斗拖住了丧尸，为队友的逃脱争取了时间。逃出之后，两名队员因为抛弃忍者的行为大打出手。这时他们又遇到詹姆那支武装力量的袭击，再次牺牲一名队员后，剩下的人逃了出来，在博士的指引下逃到了开头那所监狱避难。大黑和胡子男又一次因为抛弃队友的事打了起来，就剩这么几个人，打丧尸都不够用，还有一个劲儿的内讧。我就想问你们是不是在拖时间呀？打了一场之后，老黑逼问博士关于病毒的真相。博士告诉他，病毒是军方生化实验的产物，原本的目的是通过病毒强化士兵的战斗力，而且在罗文和詹姆身上也取得了成功。但他们之所以能成功，是因为两人天生自带抗体，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病毒只会让他们变成丧尸。也就是说，越狱的2个人就是抗体。现在抗体没了，博士对病毒根本毫无办法，就算跟老黑回去，可能也是死路一条。老黑决定第2天前往集合点和将军会合。在此之前，一个被咬伤的女队员即将变异，同在一队的男友不忍心抛弃她，两人一起成长后，双双返回隔离区，等待一起进化。不久后，将军的飞机赶到集合点，博士将自己的日记本交给老黑，告诉他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并叮嘱他要照顾好他们救下的小女孩。说完这一通遗言后，将军赶来，直接将博士击毙。原来将军的儿子早就感染病毒，变成丧尸后就被儿子隔离在了家里。本来寄希望于博士能够治愈儿子，但后来军方决定抛弃所有的丧尸，以掩盖实验失败的事实。最后连同他儿子在内的丧尸们一并处死了。失去儿子的将军将怨恨都发泄在了博士身上，并且小鲜肉和胡子男都是将军安插在小队里的卧底。然而他们将实验资料交给将军后，同样遭到了抛弃。胡子男这时才幡然醒悟，他替老黑挡下了将军的子弹，枪声引来了大波丧尸。老黑带着小女孩逃跑，这时他才发现小女孩也被丧尸咬伤，但她并没有变异。原来博士早就发现小女孩和詹姆一样，也是自带抗体的人，小女孩就是对抗病毒的关键。两人在逃亡过程中被詹姆的队伍抓住，詹姆逼小女孩杀死老黑，小女孩不忍心下手，准备牺牲自己。当他把枪口对准自己时，詹姆发现了小女孩身上的项链，竟然和罗文生前留给她的一模一样。这才知道小女孩原来是罗文的女儿，而她也继承了父亲自带抗体的基因。就这样，詹姆和老黑因为小女孩而化敌为友。老黑告诉他，几个小时后军方就会将这里炸为平地。詹姆建议他到边境地带和幸存者的部队一起穿过隔离区，但在逃跑过程中，老黑还是不幸被咬伤。虽然发生了变异，但他仍然保留着善良的人性，最终和幸存者站在了一起，想要冲破隔离区的军队守卫。而这时将军下令让军队剿灭幸存者，但他们毕竟都是人类。就在士兵们犹豫不决的时候，
老黑冲进队伍干掉了将军，并恳求小鲜肉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永远将病毒隔绝在人类以外。随着老黑的牺牲，电影到此也就结束了。一部场面不大，但情节还是比较精彩的丧尸片，其中还加入了很多的情感因素。唯一的缺陷就是丧尸什么都会，感觉和人类差别不大，没有普通血浆片那种狂野刺激，属于丧尸片中比较温和的，很符合英国人的风格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，咱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